说雄性大熊猫是渣男，但事实上大熊猫界的生存法则就是这样。江爷爷在节目中讲到，不仅雄性大熊猫在一次恋爱结束后会立刻去找别的雌性大熊猫，相对的雌性大熊猫亦是如此。通常在野外，雌性大熊猫会将出生的熊猫幼崽带到1至2岁，等其独立后，自己便不会再管了。而雌性大熊猫会在之后再去见其他雄性大熊猫。보통 이제 야생에서도 1년 반에서 2년 정도 엄마가 육아를 해서 독립을 시키고 나면 그 다음 해에 이제 다른 수컷을 만나거든요. 听到这一回答，两个主持人同时表现出了这耐人寻味的神情。所以并不能说雄性大熊猫渣，因为雌性大熊猫也不会再选择和之前的雄性大熊猫见面。而像乐宝这种专一的男熊，才是更令人好奇的。主持人问江爷爷，乐宝和爱宝第2次见面时，还会像第1次那样对彼此还有感觉吗？ 아니 3년 만에 만났는데 핫해요? 그럼요. 这3年，乐宝和爱宝对彼此还真是始终如一呢。而这圈养大熊猫和野生大熊猫完全是2种文明啊。江爷爷表示，乐宝为了见爱宝，每年冬天就开始准备。而这时，江爷爷要做的就是将其对彼此的思念激发到极致，每天让其彼此在窗口闻闻对方的气味，然后再让其分开。而这时，乐宝和爱宝对彼此的感觉是否到位，完全是由饲养员们用直观感受去判断的。如果饲养员们感觉爱宝对乐宝的感觉还不是很强烈，那乐宝就还得再多忍耐1天。或许爱宝此时也是在做选择，看看过几天奶爸会不会给自己换一个男熊。但爱宝等了几天，发现都是这只熊，爱宝便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开始和乐宝主动交流，表达对彼此的爱意。到看到江爷爷在节目中将大熊猫分析得如此透彻，我才明白为什么江爷爷能从众多饲养员中脱颖而出。 판다들이 이제 보기에는 조금 순해 보이지만 사실은 좀 까다로운 동물이잖아요. 되게 예민한 동물이거든요. 그래서 이제 잘 지켜보고 관찰하고 집중을 해야 이 친구들의 상태를 알 수가 있어요. 除此之外，江爷爷还表示，在大熊猫身上，每一个瞬间以及微小的变化都可能会透露出一个信息，而这就是一个大熊猫饲养员一天到晚所思考的东西。明白动物的真实所需和自己认为的动物所需是不一样的。而从世界各国传来的熊猫猝死的消息，这更是对江爷爷的警醒。 언어가 통하진 않는데 마음은 통한다고 저는 생각을 해요. 그래서 제가 어떤 마음으로 이 친구들을 대하고 이야기를 하느냐에 따라서 언어로 알아들을 수는 없지만 어떤 저의 마음은 전달이 된다고 생각을 하거든요. 江爷爷相信，对于动物而言，只要人类用心去对待它，那它一定能感受得到。用心对待动物，这或许是每个人都明白的最基本的道理，但是能坚持日复一日的对其好，这却是难能可贵的。而就是因为江爷爷对宝家的用心，这才换来了宝家的子孙满堂。从福宝的1胎到瑞宝和辉宝的2胎，这便是爱宝感受到爱的表现。而照顾野生动物，不仅要给予其爱，更要在其在合适的时间开导其适应野生动物的一些习性，也就是在圈养它们的同时，也不能让它们丢失原有的野性，不能让其失去在野外生存的能力。就像福宝在独立时，江爷爷也是下足了功夫，常常在休班时跑来园区观察福宝的情况。 오늘 이제 푸바오랑 이렇게 만날 수 있는 마지막 날이에요. 앞으로는 푸바오랑 이렇게 근접거리에서 만날 수가 없습니다. 从第1次的福宝与妈妈分开6个小时，到最后的完全独立，中间不仅饲养员需要适应，福宝在这期间也需要很大的自制忍。所以对于照顾野生动物，也并不是简单的一直对其溺爱，关键时候的克制，对野生动物来说，更能锻炼其自身的坚强和独立。虽然江爷爷谈不上比我国专家的专业能力强，但他的虚心好学与真心付出，却给了宝家别样的幸福。早上福宝吃完饭，本该到了去室外玩耍的时间，但福宝感觉自己需要休息，便来到小树上趴着。福宝在树上看着来来往往看自己的姨姨们，可能这对福宝来说就像是在看电视一样。有一瞬间，从福宝乖乖趴在树上的样子，看出了岁月静好的感觉。福宝感觉趴累了，就给自己活动一下身体，然后继续趴着，直到一会儿，福宝的小耳朵一动，福宝听到门口有动静，转过身看向门口，原来是宋爷爷进来了。宋爷爷走进来，喊福宝去室外玩耍，而福宝心想，只要自己不看爷爷，爷爷就看不到自己。宋爷爷走进园区，拍了拍滑梯，拍了拍小树，又拍了拍手，试图引起福宝的注意。而福宝则是用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来回应爷爷。爷爷惆怅地抹了抹自己所剩不多的头发，心想福宝又跟自己装睡了。而福宝这认为只要自己用手挡着，看不见爷爷，爷爷就看不到自己。
福宝就这样一只手捂着自己的眼睛，用另一只眼睛悄悄观察爷爷有没有来到自己的视线内。爷爷见单靠呼喊起不了作用，于是爷爷便回去拿了小零食和竹子来和福宝商量。福宝在树上偷偷观察着爷爷，福宝偷偷看一眼就又藏起来。爷爷见状，拿出窝头去诱惑福宝。福宝看到窝头后有了精神，立马张嘴去咬窝头，但爷爷并没有直接将窝头给福宝，而是看到福宝对窝头起了兴趣后，将窝头拿走，然后放在了小亭子上，想让福宝下来吃，不然福宝在树上吃饱后就会睡着。福宝看到爷爷走了，立马回头看去，而看到爷爷又回来时，福宝立马将头转过来，生怕和爷爷对视。而爷爷这次回来是看到福宝的饮水盆脏了，爷爷来到饮水盆前，又给福宝清理了一下被福宝弄脏的饮水盆。爷爷清理完饮水盆后离开，而福宝室外园区的小木床上，爷爷早已为其放置了竹子，静等福宝的到来。但福宝这次并没有被爷爷的竹子和窝头所诱惑，福宝在树上考虑了一下，还是想再睡会觉。福宝趴在树上埋头睡去。此时爱宝和福宝一熊一棵树，正趴在树上休息，不管宋爷爷怎么呼喊，全都不为所动。爷爷这大嗓门，隔壁小熊猫都快听见了。爱宝趴在树上休息着，不想回家。爱宝小眼睛时不时看向奶爸，观察着奶爸的反应，看奶爸有没有给自己拿好吃的，有的话自己可以考虑一下。而福宝这儿因为有树叶遮挡着自己，心想爷爷看不到自己，自己藏着这般隐秘，根本不会被发现。福宝偷偷通过树缝去观察着，福宝这古灵精怪的样子着实可爱。一会儿爷爷走了进来，拿着一块窝头对着爱宝晃了晃。爱宝看到有窝头后坐了起来，点头示意奶爸自己要吃。爷爷表示爱宝下来就给他，爱宝有点不情愿。爱宝既想吃窝头又不想下去。爱宝这坐在树上，肚子圆滚滚的样子着实可爱。一会儿爷爷走了，将窝头放在了小木床上。爱宝趴在树上思考着，考虑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吃窝头。爱宝还没思考出结果来，爷爷又来了。这次爷爷给爱宝换了胡萝卜，爱宝痴痴望着胡萝卜，爱宝依旧犹豫着，一回头继续在树上趴着。窝头和胡萝卜都没有打动爱宝，而对于爷爷来说，只能一次一次用小零食来诱惑着爱宝，让爱宝下来。而此时正在吃奶的福宝并不理解爷爷的行为，因为福宝还不知道胡萝卜和窝头的味道。爱宝趴在树上继续休息着。一会儿爷爷第3次来到园区，这次爷爷带来了苹果。这次福宝看到都忍不住咽口水了。福宝也开始考虑自己要不要下去，毕竟苹果的清甜是每个大熊猫都抵抗不了的。爱宝一番深思熟虑，再也忍不了了。爱宝从树上下来，爱宝抱着树干小心翼翼地滑落，吃上了爷爷给的胡萝卜，还有一块苹果。当爱宝吃上苹果的那一刻，感觉自己从树上下来的劳累也值了。爱宝吃完苹果后依旧意犹未尽，爱宝在小亭子上闻来闻去，心想会不会还有一块苹果呢？爱宝找寻了一圈发现没有，蹲在小亭子上拉起了青团。而福宝始终在树上，还在和爷爷躲猫猫。福宝心想，这么久了爷爷都没找到自己，自己的伪装实在是太成功了。福宝今天偷摸藏到了门口的树丛里，而爷爷今天碰巧来到园区给小树修剪树枝，结果福宝被爷爷一下就发现了。福宝心想，我藏得这么隐秘，爷爷都能发现。福宝不相信，依旧躲在树丛里不出来，而爷爷就在外面静等着福宝。而福宝因为爷爷在外面，就是不出来，而爷爷这好像看出了福宝的心思。下一秒爷爷走后，福宝立马就出来了。福宝出来后走到爷爷刚才待过的地方，闻了闻爷爷留下的气味，福宝妥妥一刁蛮小公主的形象。福宝走到门口，开始制造起青团。福宝将青团藏在了爷爷刚才修剪过的树丛里。之后福宝又跑到门口和观看自己的姨姨们打了个招呼。而等姨姨一会儿重新排队再来看福宝时，福宝爬到树上睡觉去了。一会儿福宝睡醒来到室外，福宝坐在小木床上吃着窝头，吃着吃着，小眼睛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盯着目标移来移去，最后索性将最后的窝头放在嘴里咬住，然后来到了下面的小亭子上，一溜烟儿的功夫爬到了树上。结果中途福宝一激动，没控制好嘴巴的力度，给窝头咬掉了半块。等福宝回过神来时，嘴里的窝头已经所剩无几了。福宝盘腿坐在树上继续观察着。等吃完嘴里的窝头后，福宝开始给自己调整姿势。福宝两腿岔开，再用手紧紧抓住另一侧的树干，小心翼翼地给自己转过身来，然后来到了只有自己能爬上来的小树枝上。这个树枝成了福宝在室外的第3个小木床。一会儿爷爷来到园区，
对园区进行检查，清理小瀑布里的落叶，观察防护栏。而福宝则坐在树上偷偷观察着爷爷。爷爷发现福宝这次只吃了窝头，竹子一根也没吃。爷爷给福宝留下几根，将剩余的扛走。而福宝则惬意地躺在树上，享受着午后阳光。爷爷看着福宝这自在的样子，拿出手机进行拍照记录。福宝看到爷爷在拍自己，还给爷爷换了几个姿势，供爷爷拍照。有爷爷在园区，福宝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开心和愉快，行为动作上都变得俏皮起来。而爷爷为了拍摄福宝更清楚，爬到了园区上方。